大家好，我是4213。在上期编年史中，死亡之翼放出假情报说，有一支联盟小队将攻入格瑞姆巴托，这引起了龙喉氏族首领奈克鲁斯的恐慌。奈克鲁斯担心小队只是佯攻，真正的联盟大部队会围攻格瑞姆巴托。于是奈克鲁斯命令全体成员放弃要塞，前往丹奥加兹山间阻击联盟部队，因为他认为如果被围攻的话，他们将退不可退，只有放弃要塞才有一线生机。然而奈克鲁斯的决策正中死亡之翼下怀，他准备趁兽人迁移时夺走那些红龙蛋，可是机关算尽的死亡之翼怎么都没有料到，最终他与龙喉氏族都会以惨败收场。因为那支由罗宁、温雷萨、福斯塔德所组成的小队在这场战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场战役被后人称作格瑞姆巴托之战，虽然它不如历史上的其他战役那么出名，但这场战役的胜利却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守护巨龙的回归。这场战事在小说《巨龙之日》中有详细描写。该小说最早发布于2001年，那个时候《魔兽争霸3》都还没有发布，魔兽故事的整体框架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以现在的眼光去回看这本小说，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过时的设定，但小说仍然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小说主要以罗宁等人的冒险展开，同时夹杂了肯瑞托、洛丹伦联盟、龙喉兽人、死亡之翼以及龙族等多方势力的行动，每个势力都各怀心思，有欺骗也有背叛。因为小说与编年史的粗略描写有些许区别，所以接下来的2期编年史，我将为大家带来这本小说中的剧情。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说共有25万字，即便我精文简字的做概括性陈述，也很难把小说里的情节一一带到，所以有些不那么重要的情节我会选择性的跳过。好了，前面的话呢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正式进入到本期的故事环节。黑暗之门开启后10年，首先让我们把故事线调整到格瑞姆巴托之战开战的10天前。在东部王国的达拉然，肯瑞托的6人议会正聚在天空医院中商讨要事。6人议会是达拉然中最资深，但并不一定是天赋最卓绝的6位大法师组成。在当前年代，6人议会的大法师集会时都会使用伪装隐瞒其真实身份。这6位大法师中有3位，即克拉苏斯、莫德拉、德伦登，是小说直接点出了姓名的，而另外的几位小说则一直没有提及姓名。我查了很久资料，也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为了严谨起见，这里就暂且不提了，而且后面呢也没有他们的戏份。这6人聚集在一起时，必有大事要商议。最近有情报称死亡之翼出现在了卡斯莫丹地区，6人议会认为黑龙的出现虽然是个威胁，但比起这个，洛丹伦联盟的分裂局势才更加值得关注。因为在2战中，奥特兰克的国王背叛了自己的盟友，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奥特兰克的权贵或逃走或被放逐了，而王国领土的归属问题则成了难题。基留堡和吉尔尼斯都盯着奥特兰克这块肥肉。基留堡认为他们在2战中劳苦功高，理应接管奥特兰克的东部区域，而吉尔尼斯则准备扶持奥特兰克国王的侄子伊西登·皮瑞诺德登上王位，以便借此控制部分奥特兰克的领土。目前联盟各国间正为了这个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为此呢，6人议会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调解联盟内部的矛盾上，但死亡之翼这边放着不管也不行。最后6人议会决定启用一位危险且难以控制的法师罗宁。这位红发法师在上一次任务中为了消灭敌人，把法术路径上的队友也一并击杀了，罗宁也因此得了一个被诅咒之人的称号。6人议会之所以选择罗宁，一是实在腾不出其他的人手了，2是因为这个任务比较简单，只用观察监视就可以了，3是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死亡之翼会吞下罗宁，然后再被罗宁噎死，这样就能一劳永逸解决2个大麻烦了。会议结束后，克拉苏斯当面把这个秘密任务交给了罗宁，但是任务目标却和说好的观察不太一样。克拉苏斯让罗宁经由哈斯克港口渡船前往卡斯莫丹，从龙喉兽人手中救出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观众会问，仅凭一个人类法师怎么可能从一整支兽人部队手中救出红龙女王？这个一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宁又不傻，怎么可能会去接？然而事实是，罗宁不仅接了这个任务，而且他还很感谢克拉苏斯，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个赎罪的机会。罗宁对于在上次任务中误杀队友的事情感到非常的自责和悔恨，尽管当时的情况是罗宁的队友不听他的警告，径直闯入了他的法术范围，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而罗宁会接受这个任务，完全在克拉苏斯的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克拉苏斯利用了罗宁的负罪感。另外，在之前的6人议会中，提出让罗宁执行任务的也是克拉苏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虽然以观众的上帝视角来看，我们早就知道克拉苏斯其实就是红龙女王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所以他才要派罗宁去救红龙女王的。但罗宁和其他法师却都不知道克拉苏斯是一头龙。话说，在5年前，在达拉然研学的克拉苏斯突然得知红龙女王失踪的消息后，他悄悄调查到是龙侯氏族的兽人用神器恶魔之魂把红龙女王及同行的红龙控制并囚禁在了格瑞姆巴托中。兽人迫使红龙女王产下龙蛋，并训练红色幼龙成为自己的战斗坐骑。尽管掌握了这些情报，但克拉苏斯却并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也惧怕那恶魔之魂。于是他继续以法师身份藏身在达拉然中，等待着合适的出手时机。而眼下呢，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能够让罗宁顺利抵达哈斯克港，克拉苏斯请了一位高等精灵游侠来保护法师的安全。而这位精灵游侠就是奥雷利亚和希尔瓦纳斯的3妹温雷萨风行者。话说这哈斯克港口大家肯定没有听过，根据资料显示呢，这是一个位于洛丹伦东部海岸的港口，但也有其他资料显示该港口的南部有托尔巴拉德岛。这样看来，哈斯克应该是在洛丹伦南部海域才对。但由于托尔巴拉德岛的位置发生过变化，这使得哈斯克的具体位置变得很模糊。当然，在游戏中没有出现这个港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它在第3次大战中被摧毁了。而为了接下来方便讲述，我会把哈斯克假定在洛丹伦南部海域。画面一转，温雷萨已经在约定地点等了足足3天。换句话说，罗宁也迟到了3天。如果不是因为这是温雷萨的第一个游侠任务，以他的性格可能早就走了。当罗宁终于赶来后，温雷萨当然对这个不守时的人类没什么好印象，他只想赶紧完成护送任务。稍作休息后，他们骑马踏上了前往港口的路途。走了没多久，突然有个兽人龙骑兵从天而降，向着罗宁、温雷萨俯冲而去。为了躲避攻击，2人跳下了马。等他们再起身时，才发现载满物资的马儿已经被龙爪撕扯得粉碎。罗宁看到之前花3天精心采购的物资就这么泡汤了，心情很是绝望。而温雷萨的爱弓也被巨龙弄坏，所以这位游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只能使用近战武器了。封面上的温雷萨拿的也是一把剑。谁知道这任务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装备无补给的困难模式。这还没算完，龙骑兵还在追击他们，别无他法，2人只好朝2个方向分开逃命。为了不牵连温雷萨和更好的发动攻击，罗宁选择往丛林方向逃去。而温雷萨目睹此景，虽然他对罗宁没什么好感，但保护罗宁毕竟是他的任务。没了长弓的他只能投掷石头吸引敌人的注意。这一击成功的转移了龙骑兵的注意，让他朝着游侠的方向攻击而去。就在温雷萨快要受到攻击时，罗宁用法术控制了红龙一段时间。由于法术的持续时间有限，2人抓紧时间开溜。而当法术效果解除，龙骑兵又快要追上他们的危急关头，鹰巢山的施救骑兵赶来支援了。在3个施救骑兵的围攻之下，龙骑兵很快就败下阵来。而在地面上，温雷萨和罗宁则遇到了一群圣骑士。这些圣骑士是听到有龙的响声后过来巡查的。接着，他们把罗宁和温雷萨带回了自己的据点。圣骑士对高等精灵礼敬有加，而对于法师则不屑一顾，甚至是有些鄙夷。更何况这个法师还是臭名远播的罗宁。圣骑士队长邓肯更是倾倒于温雷萨的美貌，决定第2天亲自护送他们前往哈斯克港，因为最近经常有龙骑兵来制造混乱。其实对于罗宁来说，有一群圣骑士护送他们并不是什么好事，他更想独自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因为在上个任务中，乌杀队友让他的良心非常悔恨，他不想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夜半时分，罗宁登上据点的瞭望塔，准备远程联系一波克拉苏斯，但不知为何塔底突然发生了大爆炸。温雷萨和邓肯立刻赶到了现场，发现2名守卫丧命，而罗宁却失踪了。邓肯本来就很鄙视罗宁，再加上现场的状况，邓肯非常怀疑是罗宁杀死了他的士兵。但温雷萨却很相信罗宁，虽然他与罗宁才刚认识没几天，但经过这一路上的细心观察，他认为罗宁的任务并不像他说的只有观察监视那么简单，而且罗宁也没有邓肯想的那么糟糕。所以温雷萨劝邓肯先在附近区域调查一下，再做决定。在调查的过程中，罗宁被一阵怪风送回了邓肯等人身边。等罗宁醒来后，他告诉众人，当时瞭望塔上的爆炸很可能是地精炸药引发的。本来他也险些命丧当场，而就在此时，天空中有某种东西带他离开了灾难现场，之后的事情就再也不记得了。虽然罗宁的话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温雷萨却愿意出言为他担保，再加上确实有敌军入侵的可能，这使得邓肯也暂时相信了罗宁。不过罗宁也没有完全说实话，因为在他短暂的记忆中，他发现是一个龙爪救了他，但至于为什么这样，他也想不通。这时如果说实情的话，反而会引起众人的怀疑。而在稍早之前的洛丹伦都城和格瑞姆巴托中，也各自有了一些新情况。由死亡记扮演的普瑞斯托领主用魅惑术蒙蔽了人类各国的领导人，各国领导人突然变得一团和气，一致同意将奥特兰克的控制权交给他。泰瑞纳斯甚至还想把女儿加利亚嫁给普瑞斯托。另外，死亡记还从地精仆从克利尔那里得知了有人企图释放红龙女王的消息。接着，死亡记派克利尔前往格瑞姆巴托，以地精个人的名义向奈克鲁斯透露，有一支由法师带队的精英小队要前来格瑞姆巴托解救红龙女王，同时还有一支人类大军准备南下发动进攻。需要注意的是，死亡记让地精传情报给奈克鲁斯，并不是他想要帮助奈克鲁斯，恰恰相反，他是想让奈克鲁斯在确认情报后对局势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便死亡记实施后面的计划。而奈克鲁斯在收到地精的情报后，他仍然持半信半疑态度，为此他派出了几支红龙骑兵去罗丹伦沿海地区作乱，随龙骑兵一起的还有地精工兵，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击杀精英小队。这就是为何罗宁、温雷萨会遭遇龙骑兵，以及罗宁被炸药爆破的原因了。顺带一提，先前在爆炸中救出罗宁的就是死亡记，他之所以要救罗宁，是因为他需要罗宁成功的抵达格瑞姆巴托，使奈克鲁斯相信有精英小队的存在，引发奈克鲁斯的恐慌，逼他撤出格瑞姆巴托。眼下，死亡记将人类与兽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他知道，当他从兽人手中夺走红龙弹，自己成为奥特兰克新一任国王的时候，也就是他掌控整个东部王国的开始。视角再来到罗宁这边，在邓肯率领的圣骑士小队的护送下，罗宁和温雷萨顺利地抵达了哈斯克港口。此时的港口已经被毁了大半，之前见到的几位施救骑士也在此地休整。领头的施救骑士是福斯塔德蛮锤。福斯塔德告诉众人，在2天前，兽人龙骑兵摧毁了哈斯克以及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施救骑士得知消息后赶来与龙骑兵战斗，过程中其中一个龙骑兵逃走了，而这个就是之前袭击罗宁的那个龙骑兵。看来龙骑兵袭击、炸药事件和摧毁港口船只的目的都是兽人想要阻止罗宁前往卡斯莫丹。眼下罗宁无法乘船前往卡斯莫丹，这让他很是焦急，而罗宁的焦急让温雷萨更加确定罗宁所背负的任务绝不简单。尽管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将法师送到哈斯克的任务，但他认为任务还不能就此结束。接着罗宁提出让蛮锤矮人骑乘施救带他去卡斯莫丹，可矮人却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这实在是太疯狂太冒险了。这时温雷萨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成功的说服了福斯塔德，而作为交换，罗宁必须让温雷萨也参与到任务中来。之前我们说过，罗宁更想独自去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的任务危险重重，他不想连累其他人。可是眼下呢，别无他法，只有答应温雷萨任务才能够继续。让罗宁更头疼的是，圣骑士邓肯也说服了福斯塔德与他们同行。于是罗宁、温雷萨、邓肯三人各自跟随一名施救骑士，踏上了飞往卡斯莫丹的旅程。就在快要抵达卡斯莫丹岸边时，有2头体型较大的龙骑兵出现在了天空。很显然，这也是奈克鲁斯派来截杀他们的。就在两方准备交手时，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巨大的威胁潜藏在云层之中。好的，到这里封面小队已经集结完毕。那么罗宁等人究竟能否顺利的抵达格瑞姆巴托，完成救出阿莱克斯塔萨的任务呢？多方势力间的纠葛又会如何发展？守护巨龙又是如何因这场战事而崛起的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了。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